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那言，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。那几年前我们曾经讨论过折叠屏手机到底是不是未来。初代的折叠屏门，它们又大又厚又重又贵，以至于我们对它的前景是充满着疑问。来到2022年，终于让我们开始看到了厂商的诚意了。今天这款很有可能打动你。这里为你展示的是月影黑配色，在不展开的情况下，背板看上去十分简洁。磨砂材质，上方呢是纵向排布的镜头模组，整个模组是比较扁平偏上的。侧面看有2层贴片结构，因为镜头模组整体偏上，所以呢正常单手握持的时候手指不会出现触摸到镜头的情况，握持的感觉很自然。实测整机的重量来到 265.3 克，相比较于之前的折叠屏机型，这个重量可以说是轻了很多很多。即便是相比较于华为的 Mate X2 外折方案，也只重了6克左右。别忘了华为是1块屏幕，而小米是2块屏幕。机身材质方面呢，4周边框采用了亮面金属，侧边是电源指纹2合1的设计，上下平直处理。SIM 卡槽位置呢位于顶部扬声器开孔一侧。顶部位置其他的呢还有红外线开孔以及次麦克风开孔，现在保留红外线的是越来越少了。底部呢则是常规的电源、扬声器、麦克风开孔。实测闭合之后厚度只有 11.5 毫米，相比较于其他的折叠屏机型来说真的是非常薄了。如果你感觉不到的话，咱们直接来比较一下小米的 12S Ultra 还有 iPhone 13 Pro Max， 看上去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差别。如果还没有被惊艳到，那别眨眼睛，我们展开内屏。实测5.56 毫米，这个展开厚度在目前所有的机型当中都算是佼佼者了。展开之后，整机呢也没有出现头重脚轻的情况，机身的重心呢也在整机的中央的地方。简单一句话总结小米 Mix Fold 2的外观部分，个人觉得可以用惊艳2个字来形容。机身整体想要做到足够的轻薄，自然需要小米在转轴、铰链的部分巨大的投入。本次自研的一体化微水滴型的转轴让水滴折叠厚度来到了 8.8 毫米，这就使得整机即便折叠起来也是比较薄的。更小的弯折半径呢，肯定会带来折痕的加重。那具体的折痕是否明显呢？咱们来看一看屏幕的部分。测试的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使劲用，一点也没有爱护它、怜惜它。那结果呢，就是你可以看到，毕竟是折叠屏机型，在不点亮屏幕的情况下，经过一段时间的常规折叠使用，那折痕还是可以看到的。那点亮屏幕之后呢，折痕是有所减小。具体在显示各个颜色的情况下，折痕的情况你可以看得很清楚。另外呢，就是在极特殊的角度下，折痕会看起来更加明显。显示方面，内屏呢是 8.02 英寸。三星新一代的 OLED 材质，特点呢是拥有超低功耗以及屏幕内更好的抗反射能力。2160×1914的分辨率，最高支持120赫兹刷新率，4:3.55的屏幕比例，很接近正方形了。实测内屏手动最高亮度来到 527.7 尼特，内屏激发亮度达到了 928.59 尼特。屏占比方面呢，内屏没有了摄像头开孔，那实测呢屏占比达到了 88.95%。正面观感上，整个屏幕的显示呢是非常完整的。当然，在显示黑色界面的时候由于光线传感器的开孔在右上方，在光线的照射下呢，你是可以看到轻微的开孔阴影。显示其他文字等信息的时候，与其他显示区域是一致的，不会影响观感以及显示。看完内屏，来看外屏。外屏部分是三星的 E5 材质， 6.56 英寸的尺寸，采用主流的21:9，分辨率呢是 2520×1080，120赫兹的最高刷新率。实测外屏最高亮度呢是 499.82， 激发亮度最高来到930。内屏外屏的亮度在折叠屏品类当中都是排名非常靠前的。而外屏的屏占比方面呢，相较于第一代的 Mix Fold 提升也是非常明显，来到 85.6%。具体排名可以看我们的数据库表格。在内外屏的显示效果方面呢，我们也拿来几台热门的折叠屏机型来做一个简单的对比。这里先不公布答案看一看你更喜欢谁的显示风格呢？
从之前手机一味追求的大屏到现在啊，那如何去界定好大屏设备之间的关系，是最近几年手机厂商重点考虑的方向。于是呢，折叠屏这类手机也随着技术的下放以及价格的下调，逐步所被我们接受。那如果大家有印象啊，1年前呢，我们在测试小米 Mix Fold 第1代的时候，小米在大屏幕适配方面其实做的并不是很理想，而且呢，颇受好评的电脑模式呢，也因为某些原因取消掉了。那本次小米 Mix Fold 2是否可以在大屏操作和体验上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呢？在桌面程序排布方面，你可以看到外屏和常规排布是一样的。打开内屏之后，原有外屏的内容左移的同时，另外增加了一组4×6的程序图标组。同时呢，你可以看到桌面底部增加了类似平板端的 Dock 栏，最右侧3款近期的任务图标，整体的布局啊更像是平板了。而在应用大屏适配的方面呢，自带的软件像是设置啊、日历啊、文件管理等等，不再像以前一样啊是强制全屏的那种很奇怪的显示，而是采用了全新的左右分布归类的显示，大大提高了整个内屏的利用率。在第三方软件的适配方面呢，购物软件像是京东、拼多多都可以支持以平行窗口的方式来显示，比如左边显示商品，右边查看产品的详细情况。当然，像淘宝啊等一些购物软件呢，暂时还不能以分屏的形式来实现。对于这类完全没有适配平行窗口的软件呢，小米也给出了3种自定义的显示布局，以达到最佳的显示效果。小米这一次啊，在MIUI Fold 系统上还带来了3指快速滑动分屏，你只需要将3指向任意方向滑动，就可以实现左右分屏。比如说左侧查找资料，右侧使用笔记记录。分屏之后的组合方式啊，会直接显示在桌面底部的 Dock 栏上面。长按呢，还可以将分屏组合直接添加到桌面。下次呢，你点一下就可以直接打开了。小窗模式方面啊，在单个应用全屏的情况下，拖动底部的白条至右上方就可以实现小窗的悬挂了。点击小窗可以缩放至屏幕的上方，最多呢支持2个悬浮小窗同时显示。当悬浮小窗出现了遮挡的画面的时候啊，是可以直接拖动到边框，此时呢，小窗就会变成悬浮球的形式了。如果这个时候啊，悬浮的程序有消息通知，那么会以气泡的形式直接显示。整个的体验下来还是比较直观、比较好懂的。在大屏游戏方面，之前呢我们测试过的主流折叠屏啊，通常是将画面进行部分裁切，以达到全屏显示的目的。但是呢，有很多的游戏啊，比如说之前我们测试过的炉石传说，如果使用内屏的时候，就会直接裁切到交互按钮了，导致呢内屏就没有办法进行游戏啊，或者游戏体验很差。本次呢 MIUI Fold 在游戏工具箱里提供了多种显示方案，你可以选择居顶、居中以及居底来显示。虽然会有黑边的存在，但是呢，相比较于之前内屏完全玩不了来说，这个还是良心不少。当然，还是期待未来啊能够对黑边进行更完善的利用。还有一些对于大屏支持比较好的，比如说《和平精英》这类游戏，在大屏设备上有物理显示加成，觉得不满意还可以选择以填充的方式来进行显示，增加整体的游戏视角。而在外屏游戏方面呢，几乎就和我们日常的手机是一样的，这里就不做过多赘述了。怎样才能加入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呢？我们打开微信，选择通讯录，点开订阅号，点击右上角的加号，在查找公众号的框中呢输入科技美学，看到那个熟悉的图标了吗？点击就可以加入进来了。如果你不嫌烦的话呢，还可以将科技美学的账号添加到你的度量。在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账号呢，有关数码的任何问题，你都可以向我提问。每天呢，我都会以语音的形式回答大家的问题。本次小米 Mix Fold 2啊，搭载了台积电的4纳米工艺制成的骁龙8 Plus 处理器，配合 LPDDR5 和满血版的 UFS 3.1 闪存。那实际跑分的部分我们简单看一看，来看看机身变大变薄之后它的表现怎么样吧。我们选择室温27度的条件下开启和关闭性能模式的情况下，跑分多轮。来看结果，首先是AnTuTu 110万的成绩呢，在折叠屏品类里面是排名第一的。即便和一众的常规旗舰相比啊，这个分数也是第一梯队。顺序读取和写入方面，写入呢是1471，读取呢是1940，存取的表现都是目前的主流水准。还有 Geekbench 的跑分也是骁龙8 Plus 的正常水准。跑分我们不多看了啊，直接看一看游戏的表现。我们调整到300尼特亮度下，手动高画质运行30分钟，平均帧率呢达到59.4帧。实测内屏正面最高温度啊是42.4，背面呢展开最高温度41.7，横向对比一下这个温度的表现其实还不错。不过如果你使用外屏玩游戏的话，可能温度呢会有些许升高。
当然还有你关心的帧率波动方面，那通过帧率图你可以看到整体的帧率是比较稳定的，只有开始和结束之前有些许的波动。应该说 Mix Fold 2作为折叠屏的最新旗舰，在性能部分是不用担心的。小米在和徕卡合作之后我们对它的影像系统要求更高了。本次小米 Mix Fold 2呢后置3摄，参数方面分别是5000万的主摄，搭载的是我们的老朋友索尼 IMX766 f1.8 的光圈，支持 OIS 光学防抖。广角镜头呢是1300万像素，还有一枚800万像素支持2倍人像的长焦镜头。参数看起来呢和多数旗舰机型相似，并没有太突出的，但是呢支持徕卡原生说话质，以及徕卡4款风格滤镜，还有复刻的3枚大师镜头包。那具体的表现咱们直接找来 iPhone 的13 Pro Max 简单对比。风格上你更喜欢哪一边呢？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。在前置镜头方面，只有外屏搭载一枚2000万像素的自拍镜头。如果你想使用大屏进行视频通话或者自拍的话，那就没法实现了。自拍需要转至外屏进行操作。那这里来一个小调查，你希望在内部的大屏上面开自拍镜头孔吗？大家可以把意见打在弹幕上。小米 Mix Fold 2呢内置了4500毫安时的双电池并联，最高支持67瓦的有线快充，不支持无线充电，感觉有些遗憾。来看一看数据，那实测从0%到100%用时40分钟，涓流充电结束到完全充满用时50分钟。充电时呢最高功率显示到54瓦，这个充电的表现呢是中规中矩吧。那在续航方面，经过视频、网页、游戏、录像等5项测试，最终剩余电量47%。需要说明，整个测试呢都是使用内屏测试的考虑到小米 Mix Fold 2超轻超薄的机身，再加上超大的屏幕，能够获得这样的续航成绩还是相当不错的。在折叠屏品类的续航当中是属于顶尖水平了。看完了以上的内容我们也来简单做一个总结。这款小米 Mix Fold 2给我们最深的印象就是它的外观和体积。1年前遥控器一般的外观无疑引起了很多人的吐槽和争议。短短1年的时间，小米就能够把机身的薄度做到如此令人惊叹的程度，而且重量呢也和很多普通的大屏手机越来越接近了。这款超薄的 Mix Fold 2无疑是目前折叠屏品类当中的另类了。这个体积，这个重量，我们在握持的时候感觉是完全可以日常使用了。在系统方面呢， MIUI 4 Fold 也进行了简化，在保证大屏功能的同时在软件和游戏的适配上做了不少的工作，软硬兼施这一点是值得好评的。当然目前拿到的还是工程级版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，系统呢还是有一些小的问题，比如说旋转屏幕之后呢，应用图标的归位问题。期待后续上市的时候咱们再为大家详细的去体验。最近这几个月，小米可以说是大招频出不管是之前的徕卡旗舰，还是现在的超薄折叠屏机型，都让我们感觉到了小米的进步，而且似乎是从气质层面上的。期待小米未来能够更进一步，带给我们更多优秀的产品。好了，这里是科技美学，我是大岩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